他是鬼杀队的冷面杀神，寡言少语，却一刀封喉。九柱之中，他独自高冷，却又强到令人窒息。水之呼吸，11之行，指在他手中化解万千攻势，只剩下一片死寂。今天我们就从多个角度彻底解析水柱富冈义勇的真正实力。水の呼吸、死の型、打ち潮。汚染だよ！七の型、雫波紋月。この方、木枯らし下ろす。这哥们儿，很多人第一眼看就觉得他性格阴沉，不爱说话，永远挂着一副郁闷脸。但可别被他这副模样骗了，他可是从第一章就登场的柱，真正的开局最强外挂。当时的他才19岁，虽然嘴笨，沟通有障碍。品津川はおはぎが好きなのか。美味しいですよね、おはぎ。こしあんですか？粒あんですか？俺もおばあちゃんのおはぎが大好きで。但在战场上，他简直是个冷面杀神。第一次出场就差点直接把祢豆子干掉，速度快到炭治郎完全没反应过来，眨眼之间，人家就把祢豆子从炭治郎怀里抢走了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冷血的杀鬼柱，最终却是他放过了祢豆子，因为他能看出这个鬼和其他的都不一样。然后只见他轻描淡写的一个手刀把祢豆子劈晕，那一刻义勇的实力直接震撼了所有人。等到蜘蛛山篇，富冈义勇才真正展现出了什么叫水柱的压制力。那一战，他先是救下了伊之助。要知道，伊之助在山里遇到的副蜘蛛可是硬茬，皮糙肉厚到刀子都砍不动。伊之助双刀拼命劈，刀刃直接崩裂，完全破不了防。就在这生死瞬间，富冈突然现身，镜头里他一脸冷漠，话都懒得说一句，刀光一闪，那头强得离谱的蜘蛛鬼居然就像豆腐一样被他轻轻切开，没有任何停顿，没有任何废话，就是干净利落。对比伊之助满身是汗，拼命都破不了防，义勇就像下厨切豆腐一样随意。这种反差让人直接意识到他跟其他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那一刻，富冈义勇完全就是无声装逼王，脸上没半点表情，却把观众和角色都彻底震撼住了。说到蜘蛛山，兄妹联手使出那一招火焰斩，当时的画面燃爆全网，几乎人人都以为赢了。可紧接着，现实像一盆冷水泼下来，泪早在炭治郎斩下之前就用丝线提前把脑袋切断了，根本没受伤。富冈义勇从天而降，面对泪那层层叠叠的丝线攻击，他没有闪避，没有后退，只是淡淡说了一句：“交给我吧。”全集中、水の呼吸、11の型、凪。画面里泪的丝线如同狂风暴雨疯狂扑来，但在义勇的刀下全都化为乌有，就像湖面被抚平，一切回归宁静。那一瞬间，泪彻底懵了。为什么我的攻击在他面前连一丝波澜都掀不起？没等泪回过神，义勇表情冷淡，刀光一闪，直接斩下泪的头，干脆利落，甚至带点无聊的气息。就是这种面无表情的碾压，反而更显得霸气无比。要知道，刚才炭治郎和祢豆子拼命联手，都连累一根汗毛没碰到，而在义勇手里，这个下弦最强的鬼连一招都没撑住。那一刻，观众彻底明白什么叫水柱，什么叫真正的强者。时间快进到无限城，富冈义勇和炭治郎一起迎战上弦3一窝座。开场的时候，义勇自己都震惊了，炭治郎的实力居然已经和柱差不多了。要知道，在他眼里，炭治郎最初还是那个手里拿着斧头的小孩，可如今竟能和上弦对拼。战斗刚开始，义勇还能与一窝座周旋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打得不相上下。更关键的是，在极限压制下，他终于觉醒了斑纹。这一刻，水柱的力量再次进化，他的攻击和速度都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。可是就算如此，差距依然存在。义勇的斩击太浅，根本无法伤到一窝座，反倒是一窝座抓住机会，一拳直接震断了义勇的日轮刀。要知道，一窝座的拳头能把炼狱杏寿郎重伤到无法动弹，威力可想而知。即便如此，义勇仍然咬牙硬撑，他伤痕累累，却始终站在炭治郎前面，准备用命去挡下最后一击。那一幕真把人看破防了，他明知道打不过，却依旧选择死战到底。最后是炭治郎凭借通透世界和无我境界的觉醒，斩下了一窝座的头。而一窝座的身体本可以再生，可在记忆的冲击下选择自我毁灭。就在那一刻，义勇虽然败了，但他的坚持撑到了故事最关键的转折点。经过无限城这场死战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富冈义勇的真实实力。没错，他依旧是顶尖的柱，觉醒斑纹后更是达到了生涯最强的状态。但和上弦3一窝座正面对决，他依旧显得吃力，甚至有点力不从心。哪怕拼尽全力，他也只能勉强支撑，而无法真正斩杀。
相比之下，炭治郎在同一场战斗里，凭借通透世界和无我境界的觉醒，直接完成了质变。他的一刀快到伊窝座明明看见，却连反应都来不及，这就是主角的飞跃。而义勇已经追不上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义勇弱，他能在伊窝座的狂攻下撑这么久，本身就极其夸张。要知道，炼狱杏寿郎在面对伊窝座时，硬撑到最后依然身亡，而义勇至少在炭治郎晕倒之后，还能独自站立，拼命守护，哪怕全身伤痕累累，他也没有倒下。综合来看，单论爆发力，他已经不是炭治郎的对手；单论持久力，他的意志和体魄依旧在柱中名列前茅。和其他柱比，他的冷静、果断和经验依然让他站在最强序列。所以富冈义勇不再是那个看似无敌的水柱，但他依旧是最可靠的盾。主角成长速度太快，其他人只能被迫见证，而义勇的价值早就超越了战力的高低。虽然他一直给人的印象是冷漠寡言，可细看下去，你会发现他真正的内心其实比谁都温柔。第一次登场，他明明有机会干掉祢豆子，却选择相信炭治郎兄妹。在无限城，他明知道自己不是伊窝座的对手，却依旧站在炭治郎前面，用身体去拼命挡下攻击。他从来不是那个说很多话的人，但他的行动比任何誓言都更有分量。他就像水，看似无形，却能无声无息地承载一切。在别人眼里，他可能不是最耀眼的柱，可在粉丝心里，他永远是最值得依靠的水柱。所以说，义勇的强大不仅在于他能斩鬼，更在于他能守护。哪怕被时代的洪流赶超，他也依旧选择站在战场的最前方。这就是富冈义勇，那个沉默却无比坚定的男人。